各位，我这掐指一算，我怎么觉得主任这1、2天就要回来呀？啊？哎，他呀，就是受了王雪纯这个事儿的刺激，出去躲躲，不会有什么危险，放心。哎，老齐，你这个时间是有什么理论根据吗？这很科学的，掐指一算。哎，你不懂，你不懂。我怎么觉得不会这么快？我甚至感觉他都有可能不回来了。你们想啊，他原来在克梅德医疗中心的时候，也是说辞职就辞职，一走了之。万一这次也这样呢？咱主任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不可能。哎呀，咱们主任就是再有个性，也不会轻易辞了这安和的工作。不信咱们赌一把。赌就赌，你说吧，怎么赌？输了我认了。这么着啊，咱每人下一注，咱们一个人说一个日期，如果主任回来离谁说那个日期最近，谁就赢，赢了全拿走，干不干？行啊，就从今天开始算。你说1年，一年，1个月，7个月，哎，我说也就是1、2天，周达。我觉得怎么着得1个星期吧，啊？小龙，你怎么看？你们这种无聊的赌博游戏，我也不想参与。老不跟我们一块玩，你这老不扎堆儿啊，你这不行啊。哟，副市长，那个正好你也参加一下吧，我们正压说主任几号回来呢，你也压一把。我希望是今天。对了，宋主任要求一会儿全科大交班，还要开一个学习会，你们赶紧都把手里的资料准备一下吧。哎呦，这宋宝泽这代理主任是不是当上瘾了啊？天天开会，烦不烦啊？他以前就爱开会。哎，对了，还有这个江百烈，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辞职？他是个白眼狼啊！很棒，谢谢江经理。欢迎来到我们公司。谢谢。来，坐，没事。那个，我听陈周说你现在的人事档还在医院呢。哦，我那个离职的手续还没办完，医务出处还需要几天，但是很快。是这样，我们公司的新人入职呢需要1个月的培训，但是考虑到你这个情况吧，这样吧，培训等到正式入职之后，这几天呢你先直接上手试一试，就在那儿实习了，然后这样也方便你迅速了解销售部的工作。江经理，因为我一直在做医生嘛，别的我也不太会，怕没有培训我做不好。嗨，放心，销售不是心脏手术，只要你肯有心，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窍门。谢谢江经理的信任，我努力。各位，在开会之前呢，我先说2句啊。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时期对我的支持。虽然不知道这个代理主任任职多久，但是呢，我一定会在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首先呢，我就要把咱们心脏中心这个居高不下的死亡率给压下来，重振在老主任时期咱们心脏中心的威望。不敢收高危病人，死亡率当然低了。廖主任，我们这个组手术量在心脏中心排名可是前3名。什么叫不敢收病人？我说的是不敢收高危病人。宋主任，您走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您的手术量确实很大，但您只收手术好做的，这死亡率当然就低了。老主任在的时候，可没有那么胆小。哎呀，说起这个危重病症啊，那个住院组医师江百烈辞职了。以前急诊交会诊都是由他负责，在新的住院组没有选出来之前，这个会诊工作就由你们重病组先顶上，怎么样？哎，我明白，这会诊呢都是
年资低的医生的工作。你们重病组的年资是有点偏高啊，不过把这工作交给你们，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呢，是不是？哎呦，哎呦，我最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吧，又有点烦，要不然就是会诊的时候，先把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先排除在外。啊，可以，秦主任年老多病，这个提前退休了解一下。我怎么一下就好了似的？这真是实话，真的太管用。哎，可能是我对这个想为病人服务的这个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吧？啊，太高涨了。王工，你别着急呀。能不着急吗？现在已知了硬件没有问题，是软件出现了 bug。但软件不是我们的专长啊。而欧阳处长知道了以后，他会怀疑我的专业能力。跟你说了，别跟他抬杠，他早晚得找机会整治咱们。我就算看遍所有的会诊，我也不会向他妥协。秦主任，急诊来电话叫会诊，你们谁去啊？这个，我不行，我得去 ICU 看病人。哎呀，这科里有7个病人伤口等着换药。哎，老秦，你要是去换药的话，我去急诊。啊，那辛苦你了。啊，辛苦。走。跟他们说，我去。徐主任啊，几床要叫会诊，这病人什么情况啊？你跟我来吧，你一定会感谢我的。你这成固定台词了，凡是来个人都得感谢你一回，是不是？不是，医生怎么还没？啊？怎么扎的？被人扎的。哎，是有人抢劫，把李大爷给扎了，就在今天早晨。李大爷就倒在小区花坛后边，被我发现了，我就赶紧打120给送这儿来。要不要打110报警啊？不怕，就是个小贼，哎呀，被人扎了，这够丢脸的。大夫，给我把头拔了，我要回家。大爷，你听我说啊，大爷，你这个刀不能随便拔，你知道吗？你看这刀柄现在，它一跳一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刀扎进心脏了，现在刀堵住了心脏的破口，所以没有大出血。如果你要是把刀拔了的话，你就有生命危险了。林成海78岁，有家属吗？就家属来。没有。哎呀，大爷现在一个人住，前段时间老伴去世了。大爷，现在我说您听着啊，您现在这个情况马上要进手术室，我们要扶着刀柄把你的胸给开开，补针缝心脏。如果按不住血或者位置不好，可能还会用到体外循环。手术之前，需要您签署一个手术同意书。如果您没有家属的话，只能您自己签了。你明白了吗？好，那你现在待在这儿，别动别动，我去给你约手术室。李正，把电话给我。喂，我秦大忠，现在没有空的手术室，我急诊别急用。哎，你干什么去？我让你看这病人吗？几点的空着来？全都占满了。怎么不好了？好，我马上去。空着来马上告诉我啊！好。刀怎么拔了？他自己拔的。动脉增弱，颈静脉怒张，合叶心包停塞，4分钟是吧？紧急床旁开胸。告诉你能不能发，再怕就来不及了。
我告诉你啊，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准信儿，否则我就……哎，百烈，哎，晚上把时间空出来啊，我约了咱们几个大学同学，晚上好好聚聚。今天啊？啊。什么情况？还是那个床旁开胸啊？一个老爷子，姓李，78了，让歹徒啊拿刀给刺激右心室，本来呢还没事儿，可不知道怎么着刀柄掉了，弄得挺悬。这不是我当时做了头冠开胸，先把命救了，这才送到手术室。术前检查做了吗？做了个加急，问题不大。我先进去了，省同志了，负担。老钱，我刚才啊看见宋老德在角落里打电话，鬼鬼祟祟的，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趁主任不在的时候搞一些小动作。不会吧？他现在人气这么低，再说又不是唐家玉来之前了，反正挺可疑的。哦，醒了，大爷，别担心啊，这是 ICU， 您的手术已经做完了，我把刀给您取出来了，把心脏也给您缝好了。您要是听清我说什么了，就轻轻的点点头啊。听见了。为什么要买新西装啊？因为啊，你现在穿的这身太 low 了，知道吧？我这个是给我发小当伴郎，人家定做的，完事就送我了。我觉得还行啊，挺合身的呀。你可拉倒，一看就是地摊货。你知道这几年不见，同学都混成什么样了？啊？你不得在同学面前好好的显摆显摆吗？哎，你看这身怎么样？啊？这太贵了吧，疯了吧？没事，我借你钱。你借我不用还啊，我还不起啊。你别忘了，你现在出门可是代表公司的形象。下回还来这儿，好不好？哎，慢点，慢点。回家我们交个代驾吧。我交个代驾了。没说好了？没有，交代了。百烈啊，有个事儿你得帮我，你不能推辞，不能拒绝我。你说。这个呀，是我的一个项目，进口耗材，做胸腔镜手术用，功能比老版的好用，但是吧，在医院的推广力度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就说你在医院里边，你跟那些医生都熟，你帮我评估一下。评不了，这挂着科呢。秦主任，秦主任，刚刚 ICU 打电话说李成海心脏骤停。心脏骤停了？心脏怎么会骤停呢？手术没有问题啊？不知道，突然就停了。护士，再推1毫克肾上腺素。氯化钾不能这么大量，心脏不停才怪。准备，探测清了。高糖胰岛素，准备除颤通电，200焦耳。迎手。秦主任，不是我推卸责任，这药量跟我给的真不一样。对呀，李医生当时还特地来病房嘱咐了一下，而且那确实不是我调的量。你们确定？确定。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别唠叨，这是基本常识，骨钾过量可是心脏要停的。李医生说再查一遍他更放心，对吧，李医生？对，这是我原话。秦主任，我们搞 ICU 的干的就是这个，这要不是有人故意调高量，谁会犯这样的错误？你们说这话的时候，
病人醒着呢吗？醒着呢。这样啊，回头给他加个束缚带，把他手给绑起来。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他醒了，怕他乱动，手再碰到伤口长不好。啊，秦主任，您是怕？哎呀，还有几床没查呀？就剩 ICU 了。ICU 早上7点我去看过了，昨天手术那大爷身体素质不错的，又是一个单纯的心脏修补，今天已经好转不少，估计下午能转出来。这个李成海昨天晚上心脏停了是吧？怎么回事？这事儿是挺诡异的，我查清楚了告诉你。哎，老钱，一会儿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想先走了，因为我干嘛呀？我知道今天是周6。那你也不能跟周达似的，一到下班点就赶紧想着回家呀。再说咱们这儿正缺人手。哎，不是，今天不是王雪纯的葬礼，我是想代表咱们组去的。毕竟从上次供体到现在，他也是咱老病人。那应该的。那去吧，代表咱们组送个花圈。走了。拜拜。又是葬礼了。你别老今天又想着那么早回去。我是正常下班时间走的。百烈，早啊！哎，早。哎，那材料，我昨天回去倒床就睡了，就给忘了。我刚开始看，我看一半了。哎，没事，不着急啊，下午才开会呢，慢慢看。行。那个会上，你得积极发言啊。你刚从医院出来。江经理肯定特别看重你的话，啊，知道了。哎，早，早早。哎，小姐，昨天在车上最后说的话，还记得吗？记得。真记得假记得？我真记得，你放心吧。这次我掏钱，下一次一定得是你。下次我是。我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哥，你没睡着啊？没睡着。我跟你们说啊，软件问题彻底解决了。来看看，这是由于极端条件下数据计算溢出造成的。这是计算机编程普遍存在的问题，越是常见就越是容易被忽略，竟然被咱们遇到了，太好了！知道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呀。王工，你快吃点儿，熬了这些天脸都尖了。尖了吗？王工，这么大个好消息，要不你主动去趟医务处给欧阳处长汇报一下，也省得他每天都过来监督咱们不是？就是，也显得咱们积极配合嘛。周6，怪不得没人。那刘副院长想换人的原因是？你看啊，这人工心脏送检之前说反复测试过都没问题，可是一送出去就出问题了。我现在深深怀疑王海明和他团队的工作能力。虽然这次人道主义豁免的手术没做成，但是我们院大力支持研发的态度已经传出去了。有一位和另一个医院合作的工程师联系我，说想跳槽过来。这位工程师呢，我也见过了，人家挺会来事儿的，不像王海明那样那么奇怪。王海明奇不奇怪我不知道，我现在怀疑刘副院长您的忠诚度。什么忠诚度？做人的忠诚度。遇到一点困难，您先是想接受瑞士公司的橄榄枝，现在又要中途换工程师。刘副院长，不管是从契约精神，还是到私人人品上，这都有点说不过去吧？哎呀，这怎么就上升到人品问题了呢？我这也是为我们医院的前途着想啊。那我就告诉你，作为业务处长，
我不同意你换王海明，一点儿也不同意。他和他的团队工作能力没有问题，我天天去看，他们已经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情，没有时间睡觉，据说连饭都吃不下去。人家在这么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釜底抽薪？这怎么就生气了呢？我也没真说要换呀。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建议。啊，行，我坚决不提，我一定支持王海明到底，行不行？那就好。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慢走。那什么，唐主任有消息了吗？这么多天，我有点担心他。没有。罗院长，罗院长，谢谢你啊，来送雪春最后一程。且还顺便，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唐主任，他还好吗？主任他休假了，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会回来的。等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把这个交给他。你放心，一定给到主任。老爷子，哎呦，醒了。罗护士，把那个束缚带给他解开了啊！现在病人清醒了，哎，他就碰不到伤口。我这又给您准备了一个药，是保心的，但每次只能服1片，间隔的话最好过6个小时再吃第2片，可不能一块儿吃啊！如果一块儿吃了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那我给您就放在手边这儿吧，好，那您休息啊。老爷子，你怎么又回来了？您果然是还想自杀呀？听不懂，听不懂。反正要紧。您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说说，您听听。您是因为啊，老伴儿去世了，觉得内疚，才想了断自己。你说的没错，我是想自杀来的，因为我该死，我想死，我死了就不会觉得对不起他。可是没想到，您命大，您不该走啊。那个刀子是您自己插进去的吧？多疼啊！那个小伙子已经报警了，警察同志已经调了监控。哎，可我就没明白，您为什么这个事儿不在自己家里做？您是怕没人看见？要是死了好多天，这一天就不好看了。我们找个公共的地儿抹脖子来了，但又怕小区的保洁给他
天麻的。哎，别激动啊，别激动。大爷，人呀都有一死，特别是自己的亲人没了，肯定会特别的痛苦。哎，那您说怎么办呀？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要是您现在这样，让老伴儿在九泉之下知道了，啊，知道您拼了命的想见他，那心里头能乐意吗？可我不想活了，我心里内疚，我让他失望了。我知道，这个时间呀，是无法掩盖痛苦的，时间只能帮着中和痛苦。这挺难的，但我相信啊，您能做到，而且他也能做到。他，嘿，就是一个特厉害的女大夫。哎呦，幸亏您碰到我了，这要是让他知道别的人都在拼命的想活，只有您这玩了命的想作死的话，他都说不定会骂您一顿呢。有这么厉害的女大夫？可不，我们都可怕他了。所以您想想，您还想寻死觅活的吗？好，您休息吧啊，休息吧。来不及了，我吃了那个药，2片儿。钟大夫，你给我洗洗胃吧。老爷子，那个呀是维生素，祝您健康长寿。维生素。哎，老钱，搞清楚了没有？哎呀，跟我想的一样啊。哎，你不是说宋宝要搞什么事情？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要说这宋宝刀干的这些事儿，他要是比他更清楚。新洲刚才发完言了，那关于陈州说的这个胸腔镜耗材的项目，还有谁要发言？江经理，我能不能试着说一下？可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同事江百烈，他呢是从安和心脏外科转过来的专业人士，来，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啊！来，百烈，你说。这个新耗材跟旧耗材相比呢，其实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技术的优势，它只是把一些名词换了一种说法。乍一听好像觉得它具备技术革命性，但是就是像我这样的大夫看了以后，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像不太实用。再加上这个耗材的开包费很贵，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好推广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为病人去考虑，它没有真正的了解病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还要增加广告的投入或者资助医学研讨会的话，我觉得只是增加了成本。江经理，我觉得能不能大家同时一起帮着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怎么去把它再完善一下。不用讨论了，这个小江啊，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全都给说出来了。哼，真的，我当时我就是跟你一样的感觉，东西不好卖，不是因为它广告做的不到位，而是东西本身有问题。行了，大家没什么事情，先散会吧。那个小江，你留一下。江经理，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好，虽然略显简单，但是你不怯场，而且还能一下子抓住核心，我很看好你。以后在公司，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可以教你。将来有机会可以教你。谢谢主任。谢谢江经理。回去吧，好好干。哎。
啥？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是没听明白啊，还是装傻充愣啊？今天在会议上摆我这么一道。我是按你说的呀。你昨天不是说让我把你的项目当成一个人吗？给他看病吗？如果有病就治。我发现他确实是有病，还是绝症，所以我不能不实话实说嘛。实话实说，我说的是这句吗？我说最后一句。这不是最后一句吗？大哥，我最后说的是在公司咱得抱团吧，得互相帮衬吧，然后一起发财吧。你今天说的是什么？啊？张百烈，你好好想想，我干嘛这么费劲巴拉把你弄来呀？啊，又给你买西服，是吧？又给你订盒饭，我钱多，我吃饱撑的，我有钱没处花了我还不是看在经理赏识你，想给自己拉个助力。还有我那个项目，筹备了几个月了，我还指望他分红呢，你这么一闹，直接给暂停了。江百烈，你是不是成心你故意的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实话实说。就你这个项目，它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替病人考虑。如果你真的能替病人，stop， 百烈，咱不要病人的好吗？我们是卖医疗器械的，只要怎么想着把东西卖出去就好了。至于病人，那是医院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江百烈，你在医院真的是待傻了，你已经不是大夫了，不是医生了，清醒一点 ，OK？ 来，汉文，来，这杯干了。干了。哎呀，咱俩多长时间没一起喝酒了，真的是。药水，不行了吧？太快了。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你多喝点，我买单。过分啊，姚主任！早就想跟你叙叙旧了。姚主任，哎，其实吧，你走以后，宋主任可想你了，是吧？他抹不开面，他不好意思说他。哎呀，我也一直惦记着他呢。哎，那什么，我听说他最近好像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我还想着怎么帮帮他呢。有吗？没有吧，我没听说呀。你没听说？就是那个。哪个呀？就是他打电话说，一直压着不给他发。不是廖主任，你知道这事儿了？我知道啊。我宋这人呢，他脸皮薄，他不好意思跟我多说。你要知道内情啊，你跟我说说，我看我怎么帮他。一鸣哥，我看你一直都没有回我信息，是不是特别忙啊？没关系，那个采访稿我已经打出来带到医院了。我现在就在手术区门外，你下手术之后出来拿一下就好。刚才那个插管做得不错，下次要是再能稳一点的话。好，我知道了。主任，那边还有个急诊病人，我先过去看一眼。好啊，去。叶主任，欧阳处长，你怎么在这儿？一会儿有一台肝移植，捐献者的遗体我要亲自放。哦，辛苦了。叶主任，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手术室有点空？今天是周六，又是晚上，人少很正常。不是，我是说少了一个人，唐佳宇。叶主任，我知道唐主任在哪儿，所以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6关。3天前，我收到旺达医院给咱们医院发的会诊申请单。你也知道，本院的医生在外院行医，外院都要发会诊申请单的，这样才合乎情理。那单子上写了一句话，我知道是唐主任写的，说不要告诉别人。唐主任在藏区，你愿意去一趟吗？医生，医生怎么样？怎么样？放心吧，你们孩子手术很成功，估计明天就能见到他了。谢谢。你们到那个等待室等一下，一会儿护士会给你们交代细节。好，谢谢。不客气。诈骗，陈汉文被我套出来，你快说说怎么回事？这个宋保德呀，可真是够倒霉的。他眼瞅着这个中心主任的位置彻底没戏了，他就想搞个金刀奖，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可是他这技术，这评奖他没底气呀，他就想在国外大刊上发表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可是，在国外发表文章手续很麻烦，他又找了个代理。前后给了人家3万块钱手续，不过人家也给了他这个录取证明啊。可是这个发表的时间一拖再拖，眼瞅着这个金刀奖马上要颁奖了，这文章还没发，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他就一直打电话催呀。你猜催到最后怎么着？啊，人家手机变空号了。宋保德这老家伙都能被骗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都是因果报应。哎，这事儿啊，就告诉我一个经验啊，就是千万不能得罪咱廖主任，不然他能记仇记你一辈子。你瞎说什么呢？人民币还是美元呀？陈哲，你别想用这个贿赂我，你留着自己穿。哎，等会儿，我跟你马不一样，要还的话，还钱吧。我不是没钱吗？有钱我早还你了。那反正我给你放这儿了，你自己看着办。哎，小江，小江，一起来吃点。这不用了，我随便对付一口。吃吧，这有鱼。真的没事，谢谢啊。吃你的，等会儿。给你讲个故事，农夫与狼听过吗？农夫与蛇，白眼狼。哎，吃你的。还吃点鱼啊？吃啊，不错啊。哎，怎么了？是鱼刺卡住了，怎么回事？怎么了？吃鱼卡嗓子，我去拿点醋去。好多了，好多了。行，没事啊，没事，吃吧。哎，不用客气，坐。这已经有人说我了，说什么呀？就说你也姓姜，我也姓姜，说我走后边来的，说咱俩是亲戚。那是他们嫉妒咱们长得帅。小江，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哎，您说。是这样啊，公司现在要打开第3医院的市场，推荐了几款医疗器械给他们的大外科主任，但是呢，没有打到点上。这个大外科主任啊，很苛刻，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呢想去接触一下，然后我希望你帮我筛选一下，看看我去谈的时候，咱们拿哪个产品让他们更感兴趣。
行，江经理，您什么时候要？就这1、2天吧，越快越好。这家餐馆是我最近在万达吃过最好吃的一家，他们家毛尖汤特别好喝。对了，还有青稞酒。可是你今天开车了，不然我们俩可以多喝一点。你为什么来这儿？休假。之前我们中民组有个病人叫扎西，那次之后呢，龙向东告诉我，藏区因为海拔高的地理原因，先心病发病率比别的地方高，所以我想到这儿来做先心病的手术，给自己休个假。可是别人休假啊，可都去海边。海边有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我刚来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担心这个地方能做心脏病手术吗？可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北京一家医院给他们捐了一台体外循环机，还给他们成立了心脏外科门诊。这里风景很美，还可以治病救人。这个假我觉得放得很有意义。可是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放假嘛，你看手机。所以唐主任，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叶主任，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问问。那我问你个问题啊，这儿呢有一座山叫好运山，据说谁爬了都会有好运。如果明天没事，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好运山，原名不是这样叫，是藏语，但是名字太长了，意思就是爬这座山，每个人都能带来好运。就是那座，看到了吗？这么高啊？哎呦，怎么还没走呢？我昨天加班太晚了，我就没回家。现在这小伙子真是辛苦。陈经理，哎，百丽，坐，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你说说看。我看了咱们公司的所有热门产品，我也查了第3医院大外科主任的履历。我觉得我们的热门产品里面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我在进口产品的名单里面找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冷门的耗材。这个是乳腺外科的耗材。对。现在目前呢，这种耗材受众不大，主要走南中医院。对，但是这个耗材的优势就是同类产品少，没有什么竞争者。其次呢，这个大外科主任他的专长恰恰是乳腺外科手术，所以这个耗材有没有用，他看一眼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南中医院正在使用这个耗材。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在我们医疗界呢，核心级医院对周边医院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大型医院它本来就具备天然的带动能力，比如说出了一个什么新的器械啊。像心脏外科这一块，其他医院他就会看我们安和或者是仁外它有没有在使用。那乳腺外科这一块呢，南中医院要略胜于第3医院。第3医院呢，它也很看重南中医院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提到南中医院正在使用。这对产品，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价值。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种耗材有一个缺点，就是便宜，利润不高。确实是，这个产品吧，也就几百块钱一个，当然不能跟那种10几万、几十万的耗材比啊。但是啊，如果一旦推广开了的话，咱们可以薄利多销，积少成多嘛。您说这个大外科主任他挺苛刻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当做一次初步的接触，先引起他的兴趣。就好比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去逛超市吧，遇到一个推销员，他给你推广一个产品很贵，那我们肯定会犹豫啊。但是如果那个产品又便宜又好用，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接受，对不对？我就觉得可以用这种耗材去敲开第3医院的大门，等双方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我们再去推广那种比较贵的耗材，建立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
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经理，您觉得呢？江经理，你真的不用送我留步吧，你忙您的。不错啊，我没想到你考虑的这么周全。这样，今天呢，我待会儿去一趟第3医院，你跟我一起去。如果那边的事情谈成了，可以让你负责。啊，谢谢江经理。行了，去吧。哎啊。看来你昨天晚上喝青稞酒没醉啊，这一大早健步如飞了。牦牛汤是解酒的，你怎么回事啊？在你门口等了10几分钟。我不就起来晚了吗？哎，对了，一大早上你打电话什么事儿？说来很着急的病人，我得看一下情况。如果情况不好，需要马上手术；如果没问题的话，按我们原计划去登山。行啊，反正这儿啊，我就认识你一个人，都按你的来。你这身衣服怎么了？多好看啊！我是在镇上唯一一家户外用品店买的，比你的专业。这专业不专业，上山之后才知道。我可是天天运动，不像你天天瘫在家。谁瘫在家呀？你才瘫在家呢！就在这儿，心脏外科的办公室，进来吧。包赞，给你介绍一下，唐医生来了。这是这儿心脏外科的医生巴赞，最近我跟他一起手术呢。这位是安和医院麻醉科的主任叶一鸣，是我一直以来的搭档。哦，你好，你好，你好。你说那个病人的情况？你看一下这个。病人是个牧民，他叫朵吉，今年35岁了。入院是因为心衰纠正，后面检查结果出来，发现是主动脉根部瘤。主动脉瓣反流也很严重，而且还有这个钙化灶。主动脉硬化，主动脉内膜完全钙化。这个人做不了手术。不会吧？我以为你没有你做不了的手术。我当然有做不了的，他需要做斑头手术，可是他主动脉还有内膜钙化太严重了。斑头手术需要前夹主动脉，他现在主动脉像个蛋壳一样，一旦前夹，会有碎片脱落，堵在大脑就是脑梗。换句话来讲，他不做手术，可能1年半载死于严重心衰；如果做了手术，就算是下了手术台，也出不了监护室。明白我意思吗？那就没有其他方案吗？没有其他的方案。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先走了。唐主任，真没办法了。真的？你有办法？我又不是心脏外科的神之手。我也不是。不是，以前你遇到疑难杂症，可不会这么快就下决定的。今天你只看了一眼 CT， 就说不行了，你不会是因为王远纯的事儿弃台了吧？我弃台？叶一鸣，你有没有搞错呀？我真希望是我搞错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因为这台手术真的做不了。我要去爬山。不是，你现在还有心思爬山？哎，你等等。百年同学，跟经理去第3医院了。啊，挺顺利吧？反正还行吧。那个大外科主任很快就接受了，现在跟技术科已经打了报告，就剩科长那关了。哦，真是走狗屎运啊！哦，我说还真是够顺的，够顺的。哎，不愧是学霸啊！这会儿是学霸了。你不说我在医院待傻了吗？哎呦，我就那么一说，咱们这老同学那就跟小夫妻一样，床头吵架，床尾就和了，没有隔夜仇。再说了，我不都主动跟你说话了吗？对吧？你为什么跟我说话？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不就是看现在经理器重我吗？你不就是看这单生意谈成了吗？你跟我说话。被你发现了啊！你这太明显了，你还说我笨，看你也没聪明到哪里去。我没说我聪明，我是不聪明，但是我吃水不忘挖井人。那好歹你这工作也是我给你介绍的，对吧？你知恩图报一下会死。再说了，我来公司这么多年，经理也没怎么看中过我。说实话，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再加上我那个项目啊，你这么一说，现在也暂停了。百烈，
你就看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你了，就帮我一把吧，好不好？拜托了。陈忠，你这个人也太能屈能伸了，你这我想演生气都演不了了。那你说吧，我要怎么帮你啊？昨天你跟我说来爬好运山，我就觉得好奇，这爬山能带来好运吗？外科医生还信这个？外科医生都信这个，你知道吗？秦大叔每次在大手术之前会买4个苹果、2个香蕉，放在自己的更衣室里。吃这么健康，那不像他。那不是吃啊，这叫摆个4平8稳阵，懂不懂啊？这倒是像他了。哎，可是你又不是他，你跟他比什么呀？我能跟他比吗？我手术台上死过多少人，他死过多少？不是，可是他干的时间长啊。这跟来医院多少年没有关系。做100台夹层手术的死亡率，跟100台修复心脏室间隔缺损的能相比吗？所以，你是在为你自己的手术死亡率高而生气啊？谁说我生气了？一鸣，今天早上你答应我来爬山之前怎么说的？说什么都听我的。你为什么来了之后一直叨叨叨？我知道，你这不是遇到困难了吗？你得面对它，你不能总躲着呀。我一个人到这儿就想清静清静，就是不想听别人唠叨。我真的不明白你大老远为什么要跑到旺达来，你到底是图什么？我还能图什么呀？我不就是因为担心你吗？讲不讲道理的？哎，你等我一会儿。走吧，陈昭。你先走吧。我这翻小本本翻半天了，什么呀？收集名片啊？什么名片？这是财富，这是人脉，知道吗你？哎，对，你说那个3院的设备科科长叫什么来着？哦，他们官网上写的叫刘大军。刘大军？嗯。哎，到时候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帮咱们递一下材料。这能有用吗？那大外科主任提的申报，那设备科长也不可能不重视吧？你别是画蛇添足了。白脸，这人情啊，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没有人情是万万不能的。啊，你大外科主任怎么了？那也是同事，对吧？人这李翔跟他是亲戚，关系近多了，不一样。也有点道理，这起码能让那个设备科长早点看到咱们投的资料，对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一个没看见嘛，就被石头划到了。你爬山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啊，我爬山的时候随时都带着一个急救包，以备不时之需。你打这什么结啊？外科结？那也比蝴蝶结强吧？我们俩啊都有职业病，一个出门带着纱布，一个喜欢打外科结。你看，腿坏了吧？老天爷让你早点下山，别瞎溜达了。你说你都唠叨一天了，从早上唠叨到现在。我们今天爬的是好运山，好运都被你唠叨没了。我这不是唠叨，我担心你。你担心什么？我担心你过不了这关。从昨天到今天呢，你印证了我的担心。你不能只做简单的先心手术，你是重病组的组长，你应该很清楚，一个外科医生，他如果切台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不希望你一蹶不振。你以为今天巴赞那个病人，我说他手术做不了，是因为我切台？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了他的 CT 之后，我不但没有害怕，我还很兴奋，而且是跃跃欲试。外科的精髓就是手术，
你需要不断地磨练你的手术技术，让你的指尖形成肌肉记忆，这样你在手术的时候才能又快又好。可是一个好的医生要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只是一味的去挑高难的手术去做，这样的结果可能会给你的病患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比他的病痛更大的灾难。这是从前一个带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以前我遇到任何的疑难杂病，我都希望自己往前冲，义无反顾地冲。可是当我遇到王雪纯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真正的、很深刻的思考。作为一个医生，对于你的病人，他的手术方案，你给的决定，对于他来说到底是优惠多，还是伤害大？作为一个医生，你不能只一味地选择高难度的手术去挑战自己，这样做不是一个好医生。我接触过很多外科医生，你是我看到的极少数对手术有这么好直觉的医生。这是老天爷赏饭吃，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不应该被王雪纯这件事而左右。你在看什么呢？你快看。如果这不叫好运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好运了。走吧，可以下山了。为什么啊？你以为外科医生真的那么迷信啊？我已经想到怎么给那个病人手术的方案了。走吧，下山。喏。干嘛呢？手伸回来，外科医生手最重要。这个任务挺。对对，好像有人晕倒了，胸口疼。您稍微等一下啊，我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啊。哎，让一下！我以前是大夫，让一下！大家都往后退一点，给他留点空间，往后退，往后退一点。什么情况？不知道啊，但他说胸部疼。有心脏病吗？你没有，前段时间体检的时候没有问题。是啊。谁帮忙打下120？我。你跟他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和楼层，快去。好。有听诊器吗？谁帮我拿个听诊器？有听诊器吗？让一下，这个是样本，应该可以使。在这儿疼是吗？来，你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手。好，你把这个手先拿开啊，先把手拿开。放松。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先别说话，大家都安静一下。没什么杂音啊。他是昨天医院跟鱼刺那个人。是，这有什么关系吗？这只是一种猜测，到了医院以后。打通了吗？120。打了，说是10分钟以后的，咱们先把他抬下去吧。这样，你现在下去等他们，到了以后马上带上来，都别动他啊，都别动他。咱们去哪个医院？这附近市五医院最近。市五医院可以，他们可以做心脏大手术。来，快按下电梯啊！哎，程章，帮我跟经理请个假啊！你帮我请个假，我陪他们去趟医院。干嘛呀？120都来了，你干嘛去呀？我跟你说啊，社委科科长看完咱们材料很感兴趣，我一定让你别说了，哪个重要啊？我怕他们说不清楚，你跟经理去啊，跟经理说一声。美丽，
组长又来一张会诊单。叶一鸣，你先出去吧。这旺达医院是个黑洞，吸进去一个唐佳瑜，又吸进去一个叶一鸣。多吉的主动脉钙化非常严重，一旦前夹会造成栓塞脱落，这样的话会造成全身的堵塞，会非常的危险。如果真的要手术，我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使身低温停循环，要把人的体温降到18度，血压降到0，而且要心脏停跳。深低温保护大脑。叶主任，你要和唐佳瑜在旺达医院做手术，要直接敲开什磁化的主动脉，然后一次性切除硬化的内膜。再进行翻组手术，手术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45分钟之内。可是他的头皮的血管钙化的非常严重，没有办法进行前夹，所以必须要保证45分钟之内，不然的话保护不住大脑。主动脉远端要用橡皮技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这个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所以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再不考虑了，还是要商量一下吧。你是医生，我们相信你的。对，我们相信你。他们对你有很大的希望，唐医生。我们医院条件有限，原来没有做过这种大手术，你是第一个做的。我明白，只要有体外循环器就可以，关键是在于操控的医生，而不在于环境。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手术的费用不低，所以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有医保。对，那太好了。那你带他们去准备一下。好，那我就带他们去准备一下，走吧。这边。唐主任，你看这是谁？欧阳，你听了多久了？绝大部分。唐佳瑜，你怎么到哪儿都那么爱冒险呀？啊，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我会支持你。那我谢谢你。我尊重你对专业的判断。安和医务处全力支持你们2位大主任在旺达救死扶伤，满意了吗？谢谢你。不过做完手术，等病人脱险，就马上回安和，一刻也不能耽误。好。吴巧安家属，哎，大夫，哟，你怎么还在呢？吴巧安家属呢？哦，他父母吃饭去了，我在这帮他守候。怎么样，小杨？你放心，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那找到了，和你在急诊时说的一样。真是太好了，居然被我猜对了。小杨，别乱动。这患者既往体检，也没有心脏病史，但他昨天吞下了一根鱼刺，我怀疑是不是这鱼刺扎入了主动脉，造成了大出血。哎呀，不好意思。以前我们唐主任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患者刺破了他的食道，扎入了主动脉，造成了大出血。我觉得他这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哪个唐主任？不是我们医院的。不是咱们医院的。家属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哎，大夫，你一定仔细检查一下鱼刺鱼刺一定要检查一下。哎，对了，你之前说的这个唐主任是谁啊？他是我的老师，我以前也是一名医生。听起来是一个挺靠谱的医生啊，你可得跟着他好好学啊。哎，你现在是不做医生了？不做了。哟，小伙子，太可惜了。好，哎，叔阿姨，小杨脱离危险了，他那鱼刺找到了，没什么大碍啊。是吗？具体的大夫会跟你们交代的。哦，好的，没事没事，那我就先走了啊。谢谢主任。哎，老伙子，快过来呀！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小问题啊。太感谢了。其实哎，
哎，陈生，你怎么来了？百烈，回公司看你不在，经理让我过来看看。小杨怎么样？脱离危险了吗？脱离危险了，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哎呦，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刚才我跟经理见了科长，聊得特别的好。哦，哎，这单子你知道多少公司跟咱们抢吗？6家，最后还是给咱们了。这单子要是拿下来，我跟你说，甭说2年你买车了，哎，你买房都没问题。有房有车，再来个房车，你就是人生赢家呀，对不对？陈哲啊，我不打算在你们公司干。啊？我想回去当医生。为什么呀？刚才我看到鱼刺的那一瞬间，就那种成就感、满足感，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我都会做好一名心外科医生，不会再变了。是他被鱼刺抢了，还是你被鱼刺抢了？啊？替我谢谢经理吧，也特别感谢。再见啊！不是，百烈。崔主任，我不想跟沈柏争11楼，你能饶了我吗？啊！你既然不争了，那你跟我一块找刘书记，免得有时候回来不认账。我现在是代理主任，我说了算。那你找刘峰去，你饶了我行不行啊？他就您是宋宝德主任吧？是我。哦，王警官，您什么事？昨天啊，我们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已经供认不讳，受害者名单里有您。您看您方便的时候，到所里协助我们调查一下，也不麻烦，主要就是登记一下。你这是网上买什么被诈骗了？你买什么就网上购？哎，王警官，到办公室吧。王警官，王警官，哎呀，可算把您给盼来了，王警官。啊，您是为了宋主任被骗那事儿来的吧？对呀。宋主任，王警官都来了，你就别藏着掖着了。王警官，这事儿我可是知道内情啊。廖波，别胡说八道啊！崔主任还在这儿。哎呀，都是自己人，你们当我透明的，当我透明。崔主任又不是外人。王警官是这样的啊，我们宋主任呢非常想得这个金刀奖，他就想在颁奖之前呢发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啊，他就找了这个代理呀帮他发文章，结果就被代理骗了3万块钱。王警官啊，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宋主任讨回公道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宋主任找人代写呢。拜托您了，拜托您了。行，这事我了解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沟通。哎，好，我回所里了。哎，好，谢谢啊，王警官。老子，这金刀奖还能这么得的呀？宋主任，您这事肯定能解决。股动脉右心房插管完毕，体外循环转机。冰帽，准备降温。18度。准备停机器。心脏没有电信号，计时45分钟。好，念飞。主动脉根部内膜剥离完毕，巴赞，你看，近端从这儿一直有2个冠脉的开口，远端从这儿到我合口开口。准备更换根部。人造血管，
真吃。手术主体完成，开始重新转机，还完养债就准备给病人升温。多吉，手术很顺利，放心啊。走吧。唐医生，你准备要回去了？什么时候能来我们旺达？我们下次还欢迎你。还不好说，也许1年吧。但是我们安和随时欢迎你来进修。好，谢谢。对了，唐医生，你还记得你在这边做的那次法洛斯联症的手术吗？我当然记得，那是我来旺达做的第1台手术。啊，那小姑娘今天过来了。谢谢唐医生，谢谢你照顾。别客气。对，医好了我们家孩子，特别开心。还有东西要送给你，来，快给唐医生。谢谢唐医生。别客气。你要好好回去休养，养好身体，知道吗？你的花很漂亮。我回来的时候，本来以为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可是文案处长跟我说，是我们主任压着没让他动，说猜到我肯定会后悔，会回来的。还是我们主任了解我。小白莲，恐怕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我不知道，我真以为他是个白眼狼。孩子嘛，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你孩子，哎，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不知道主任什么时候回来，是吧？哎，对了，老秦，你那个赌注现在是不是已经滚得很大了？哎呦，可不是嘛，除了咱们，什么外科都参加了。嘿嘿，现在都在压，看看主任什么时候回咱们安和。这已经成了咱们全医院最受欢迎的一项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了。哎，老秦啊，那要不今天我也赌一赌？哟，小龙想通了，要下海啦？啊，是不是赢者全拿？是，那你就压，选个日子，然后在群里边接个龙，把你要压的数给写上就行了。哎，别回头，我现在就下。啊，我多下一点，我赌今天。今天啊？依照我对你的了解啊，主任该不会是今天回来吧？小龙，主任，我下完注了，可以进来了。骗我！你终于回来了！这，不带你这么赖的啊，小龙，你肯定知道主任今天回来是不是？大周叔，能者全拿，我的钱呢？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耍赖皮的。你们要这样的话，我没法向全院的同志们交代呀。这个，我们怎么耍赖了？要我说的话，离开医院这么久，
我的同事们非但没有担心我的死活，反而拿我回来的日期做赌注。我是真的太伤心了，我这心疼啊！不能，你体会大家，你最好了。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回来。那你就不能现在再走啊？你说啥呢？算了，我还是走吧。转给你，微信转给你。转给我是吧？转给我就太肤浅了。我当时有个好的主意，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大家聚个餐，把这笔不义之财给他吃了。不愧是心外的大哥，就是大气大气。行，我举双手双脚的赞成啊，就这么定。看输了，对，什么谁输了？我也下注了，才输多少？主任，那个涂磊让我陪你吧。好。不是啊，唐医生，对不起，那天对你出言不逊。我和雪纯都感谢你，是你给了他，给了我们这个家庭更多时间，而时间是无价的。我在这里跟你道歉，也跟你道谢。萌萌还不理解死亡，雪纯以前常给他读《小王子》这本书。And at night you will look up at the stars. Where I live, everything is so small that I cannot show you where my star is to be found. It's better like that. My star will just be one of the stars for you. 所以我告诉他，妈妈在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每天都在看着他。雪纯最爱孩子，我相信冥冥之中，他会永远守护着萌萌的。最后，祝人工心脏早日研发成功，让孩子们不用再失去妈妈。涂磊。进。主任，可以去查房了。好，我马上来。真要断货？这个牌子内置控制器是业内最好，但全得靠进口。现在对方断货，咱们真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还以为他们只是说一说的呢。我也以为，以前他们就老抱怨货不够。王宝，怎么办？咱们才好不容易刚搞定了软件问题，还没来得及告诉唐主任呢，现在内置控制器又断货。人工心脏里面有一个内置控制器，你们现在用的是进口品牌，对吧？我查到了国内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内置控制器，这是产品的资料，我认为值得一试。欧阳真宇，欧阳处长怎么了？你记不记得之前欧阳处长说过，有一个国内的公司可以做这种内置控制器，他们正在研发呢。啊，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资料呢？拿给我。扔了。谁让你扔的？把它扔了。先看一下。王海明，大周末的这么急着叫我来干嘛？我知道今天是周末，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刚好把我从网瘾的边缘拉回来了。什么瘾？啊，没什么。你们什么事儿？哦。人工心脏的软件问题搞定了，彻底解决了机器会自动停转的 bug。这不是好消息吗？可以继续研发了。那你们为什么大着脸？唐主任，这是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我用的内置控制器是进口的，
供应商断货了。那什么时候可以有货？不好说，短期内我觉得够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全部零件国产化，不再用进口零件。但是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自己能做的话，就可以避免被别人卡住脖子，尤其是这种核心技术。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想的？啊？怎么了？你看我干什么？王海明，以前如果谁想换你一个零件的话，你肯定会炫人家一个。我这么不讲道理吗？当然了，不然你问他。童哥，还有那一句“我设计的样机是最完美的”这句话，我们都已经听出老茧了。我说过这句话吗？你到底是哪一边的？真的是。还有，我记得你之前说，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这个国产的零件，所以当初我们才选择进口的。那现在？以前是没有，但是现在国内有一家公司可以做。来，这是资料。你确定你当时没扔啊？我好像没扔。找到了。这些专业的零件，我不太在行，你们是专家，你们来定。就资料上看，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实物怎么样，还得试一试才知道。好，好嘞，慢走不送啊。啊，周末愉快。宋主任，你好啊！你好，你好。您还记得我不？第一次手术就是您帮我做的。我记得您。陈亚文，病人情况。蒋文芳，贝赫切特综合症患者，也叫白塞氏病，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侵害多个器官，被侵害处形成溃疡。患者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心脏症状，瓣膜受损严重，已经换过2次人工瓣，都是机械瓣。但由于白塞氏病本身的特性，一旦药物控制不好，缝线处就会溃烂，殃及周边，所以现在出现了半周漏，需要第3次手术。还要开？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因为之前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胸腔粘连得很厉害，再加上白塞氏病，伤口不医好，开刀恐怕困难。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先到介入科用导丝放一个封堵器，试着堵住半周漏，这样就不用开刀了。钱不是问题，就是这个封堵做了之后，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做手术了？只是这个白塞氏病是自身免疫疾病，经常会不定期复发，只能靠药物控制。还有，病人必须避免劳累和感染，也就是说得吃好、休息好、心情舒畅，这些家属都能做到吧？我妈最近帮我和我老婆带小孩，晚上起来次数可能多了一些，以后不会了。哎呀，我不累，你和文文都上班，我只是帮带带孩子，哎，别的也做不了什么。妈，你肯定是又累着了，以后我们请个保姆吧。看你们也怪不容易的。这样吧，我给介入科打个电话，让他们约一个最好的医生来给你们做封堵。主任，您跟病人沟通这套艺术，我真是百看不厌。再麻烦的病人到您手里都服服帖帖。现在的老年人进城住儿女家，多半是帮着带孩子，这个不难猜。加上这个白塞氏病呢，又不能太受累，和病人沟通，多注意观察，这是最基本的。以后再多学着点。是。不过，虽然介入封堵也是治疗的选择之一，但是白塞病还是手术更彻底一些吧。病人怕手术吗？再说了，他胸腔粘连得这么厉害，开胸后大出血怎么办？换瓣的时候缝不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太冒险了。哎，找唐主任，他做过一个高胆装血针的病人，那个病人也是多次开胸粘连严重，说不定介入好，还是您的办法最适合这个病人。
张总，安和医院的来了，之前有过预约的。您一定是王海明，王工程师。哎呀，久仰大名啊！哎呀，你知道我？当然知道啊。您研发的人工心脏，因为申请人道主义手术，业内都开始注意了。虽然手术没做成，但见过样机的人都说样机很不错。我也一直想认识您呐。您好。那我顺便也介绍一下，我是安和医院的心外医生，我姓唐。哦，唐医生，你好，你好。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搞这行呢，一见到同行就容易激动啊。来，两位快请坐。哎，两位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喝白水。我不用。那算了吧。啊，我们是为内置控制器来的。你们样机的控制器应该是进口的？之前用的是进口的，但是现在断货了，所以我们要寻找一款国产产品做替代。明白了，所以才找到我。但是抱歉啊，我们的产品不能给你们使用。为什么？仁外医院和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们提供研发资金，要求我们做的控制器5年之内必须优先给他们使用，如果违约是要赔钱的。仁外是谁负责这个项目？顾英雄主任。我哪知道您也是医生啊，看着不像。那你看着我像什么？反正不太像好人。顾主任，李姐辛苦了。应该的。护工大姐不错，看病去大门看得很紧。顾主任，不好意思，里边请。顾主任，张经理怎么说的？说安和想横插一刀，说你们工程师在打听，如果张经理违约的话，要赔多少违约金。这个王海。哎呦，顾主任，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听说最近得了金刀奖的终身成就奖，这是第3次获奖了吧？可喜可贺呀！谢谢，这些奖都是虚名，没什么意义。太谦虚了，顾主任，这是莫大荣耀啊！我倒没觉得，可能我得奖太多了吧。不过金刀奖奖杯的形状倒是不错，如果你吃方便面，用它来当盖子压，正好。顾主任太谦虚了。我真的不信您拿金刀奖压泡面的盖子。是没压过，因为我从来不吃泡面。这边请。顾主任，请坐。顾主任，既然您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你能不能？仁外医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就是为了实现人工心脏全部零件的国产化。安和医院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分享胜利的果实？你告诉我。您说的对，这件事情都是我的原因，我没有考虑周全。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最后这一步，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这样厚着脸皮请您帮忙。认错的态度不错。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如果你答上来，我可以考虑帮助安和。什么题？这8个病人都是心衰患者，而且没有可供移植的供体。如果你能拿出可行性的治疗方案，我就考虑你的提议。就这么简单？那我现在就可以？不着急，我现在要去开个会，会场离这儿不远，所以才顺道过来。我先走了，我等你的答案。
顾主任，您慢走。不用送。再见。这不是在耍我吗？王海明，人脉这条路估计是走不下去了，你再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品牌可以替代的？妈，再喝一口。你还别说，这介入封堵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昨天做的，今天脸色就好多了，还不用像开刀那样住 ICU。是啊，一说要上手术台，我就紧张。我已经让文文在物色保姆了，等您出院以后啊，就好好在家休息。妈，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心口。大夫，大夫，怎么了？大夫，我妈喘不上气儿，怎么回事啊？你看一下。宋主任呢？手术室。哎，主任，哎，我刚才在手术室听介入科主任打电话说，脐状的封堵器掉了。是，刚才做了 B 超，发现局部瓣状肉增大，造成封堵器脱落，直接掉进了股动脉。这个病人的运气可真是，就怪那个姓宋的。我可听说了，他医术一般。昨天你还夸宋主任好呢。那是我不知道内情。刚才我去办手续啊，听几个医生护士议论，说那个姓宋的手术做的不行，不敢给您开刀，所以才介绍你啊去做介入的。你说你怎么找这么一个大夫？我看不行啊，咱就把他给换了。宋主任，你来正好。这介入封堵失败，你怎么说呀？这可是你的提议。是我提议的，不过也是你们同意了的。任何的治疗手段都有失败的风险。介入封堵，我认为是病人受罪最少的，可以一搏。可是现在失败了，就必须开胸。刚才我听你们说想换医生，你不换不换，宋主任，别听他乱说。你们要想好，要换就趁早。医患讲究双方自愿，如果你们不信任我，就不要勉强。那我也坦白地问一句，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吗？如果你质疑，我还是那句话，可以换医生，我没意见。妈，你怎么说呀？我刚才都说了，不换。宋主任，这次手术就麻烦您了啊。那就明天做。什么态度，馆长？护士长，陆医生，我帮你吧。龙医生，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其实我下来的时候已经叫车了，但是晚高峰一直没人接单，再加上手机没电了。手机？啊？哦，给抽上的。拿着。我不用了，你用吧。快垫着吧，绿灯了。谢谢你啊。
唐主任，好消息，我们找到一家叫新纪业的医疗器械公司，他们有咱们之前用的那种进口货，而且备货量非常充足，最主要价格还比之前便宜。真的？那太好了，那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解决了，彻底解决了。现在对方需要我们提供人工心脏的设计草图以及一些基础数据，以备可以长期跟我们合作。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准备起来了。那好的，有什么情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好。好嘞，挂了。啊。喂，欧阳，我今天找了一个下午，但还是没有进展。那只控制器这件事儿，啊，已经解决了。新纪业，啊，好呀，那太好了，希望这次能够顺利。再见。长期合作，价格还低，会有这样的好事儿？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我下班了。你们俩早点走啊。哎，主任，我有个事儿，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有什么事儿你尽快说，我快饿死了。啊，张汉文担心他们组气床病人的这个手术，宋主任没把握。别的组的病人，除非他们主动找上我帮忙，不然的话，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主任，你是中心主任，如果别的组的病人出现问题，最后还不是得你处理啊？宋主任，唐主任，明天气床的手术，你把握有多大？什么意思？我只是想问一问。唐主任，如果是曹主任或者中心的其他医疗组，你也会来问一句？我不会，因为他们不会给白塞病人做介入封堵，导致不到24小时之内，封堵器脱落，掉进股动脉。并发症在所难免，我只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没错，介入跟开胸比，的确对于病人来说痛苦更小，风险也更小。但是白塞病人多次换瓣之后，坦白的讲，这个手术如果让我来做，首选是开胸。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明天在手术台上，希望你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唐主任，高高在上的滋味儿是不是特别好？今天顾英雄说他得奖太多，用金刀奖压泡面盒。我呢，为了得奖凑篇文章，心坚命穷，被代理骗，沦为了全院的笑料。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天才怎么会知道我们这种普通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宋主任，我真的没有时间听你在这儿跟我分享人生感悟。这不是人生感悟，这是残酷的现实。你们从医院开始，就是老师的宠儿，每一步都有人为你们喝彩，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做这行的。我呢，实习的时候，老主任就跟我说：“宋茂德，你的手上没长脑子，不适合做外科。”可我从小就是想当外科医生。我不甘心，不服气，我比别人更努力。我要八面玲珑，我要用人脉和科研来弥补我技术上的普通。我辛辛苦苦，我奋斗了20年，好不容易才从最底层爬了上来。结果，你来了。你知道，我看你第一台手术的时候，心里有多崩溃吗？
我永远也比不上。如果我要做的事只需要努力，而不需要天赋的工作，该多好！我一定是最厉害的。可我偏偏选了一个，尽管付出100%的努力，只要欠缺那1%的天赋，就永远出不了头的职业。我愿意用一切去换你的双手，可是我没办法。我为什么不是你？我为什么不是顾英雄？我为什么这么平庸？小心烫啊！啊，谢谢。今天谢谢你啊。别客气，举手之劳。胡市长，我听说你跟你未婚夫分手，是因为那个孩子。不是，是他瞧不起我这份工作。你说，我怎么能跟一个看不起我这个工作的人生活一辈子呢？要走了吗？帮您把婴儿车装好。你是不是一个人在打游戏？我没打游戏，我看论文呢。说好的一起接游戏，你自己偷偷躲在家里打，还能不能做朋友了？我承认我刚才确实玩了一局，就一局4局。叶一鸣，你是不是要变成网瘾中年啊？不是，我这今儿没什么事儿嘛，我就玩2把。哎，对了，要不然咱们俩一起玩，然后一块儿把它戒掉。真的，我之前的那个成绩打的确实不好。不可能，我一直特别坚定，我绝不打。打一局，说不打就不打。这样对吗？对，就这样。哎，对，就是哎，对，很哎，你看我，哎呀，这个人不好使啊！玩完这把我要换一个。你不是说这是最后一局吗？你的钢铁意志呢？我的意志被你磨没了。哎，我怎么又是死这儿了？王工，不用准备啊。什么不用准备了？不行的，答应了新基业，明天一定要给人家的。真的不用准备了，这是欧阳处长刚发过来的，您看一下吧。新纪业跟那家瑞士人工心脏公司有关系。新纪业代理的核心产品是那家瑞士公司生产的，所以他们对那家公司依赖性很强，而且他们压根儿也没打算真的卖东西给我们，而是想套出你研发心脏的草图跟数据。还好欧阳去了解了一下，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这家公司是要彻底进入中国市场了。他们这是在探听虚实，无非就是担心在自己的产品经过我们药监局的审查之前，国内产品就面世了。看来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蒋文芳，等一下麻醉科就来接人了。昨天护士给你做术前宣教了吧？8小时以内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是的，我都是按护士要求去做的。好吧，那就等着麻醉科的人吧。哎，宋主任，您等一下。
我想跟您道个歉。道歉？为什么？我儿子说话太难听了，您别往心里去。我从来没想过说要换大夫。您的救命之恩我没忘啊。救命之恩？几年前，我来看儿子，身体不舒服，就查出了这个病，说是心脏白塞病，不好做手术。术后呢，还特别麻烦。我记得当时有个老大夫进来查房，带着一大群大夫。老大夫说：“你们谁能做这台手术？”当时您就应承了。您说您能做。手术以后，您天天来看我。我有什么问题呢，都是您亲自帮我解决。这个恩情我不能忘啊。我骂过我儿子了，那些闲言碎语都是诬陷您的，您别往心里去。宋主任，我相信这次手术也一定没问题。我谢谢您了。唐主任，宋主任，唐主任，7床的手术能不能由你来做这个手术？我觉得你做这个手术更合适。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和你们组的人交接。为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不说原因，我是不会接的。谁知道你会不会像从前一样又给我挖坑呢？一个手术能有什么坑啊？你要是不说原因，我就不做。好吧。这个病人的第一次换肝手术是我做的，他一直以为是我救了他的命，其实那个时候，老主任一直在暗中选择接班人，我和几个同年资的医生一直在暗中竞争。别人怕失手，不敢接，我也不敢接。可我知道，老主任最注重医德，和别人比，我没有突出的优势，我只能企图险招，才有获胜的可能。为了表现，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手术做完以后，我一天跑去看他3次，生怕出了问题，影响我的仕途。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挺没脸的，可是他一直信任我。我不能拿他的安危冒险，我真的没把握。你可以看不起我，但请你接下这手术。排他下午手术吧。具体的情况，你来跟秦大忠对接。我会仔细交接的。谢谢。谢谢，顾主任。我知道您一定不会同意让护远把控制器卖给我们安和的，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没有控制器的话，我们安和医院的人工心脏研发可能要被迫暂停，什么时候重启这个时间就说不定了。所以
我想请求你，哪怕是提条件也好，我们可以分担护园的，器械研发费，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只要您说出来，我就会想尽办法跟我们院领导去争取，一定会让你满意。我会让护园把控制器卖给你们，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顾主任，什么？你说什么？你参与研发人工心脏才几个月的时间，而国内的医生有的已经研发了10几20年了。20年前我就研发人工心脏，因为时机不成熟，后来放弃了，直到最近才又捡起来。我当时想，以我手里掌握的资源，我一定是国内第一个研发成功的人，只会赢，不会输。但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研发的消息只要一宣布，会有大量的资本介入。事实上，在动物实验之前，融资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强迫护园签订了排他协议。好在我是研发核心，掌握权还在我手里，否则，即便我想帮你，也无能为力。可是顾主任，如果您帮了我，将来在国内就会同时有2款人工心脏上市。对，这正是我想要的。你想想，如果人外医院一家独大的话，将来国产人工心脏比那些进口货便宜不了多少。当然，资本都是逐利的嘛，赚钱无可厚非。但是你想，如果有2个品牌，甚至更多的品牌上市，品牌之间相互竞争，价格会相对比较低，质量会越做越好，这样最终受益的一定是病人。没错。可是顾主任，您给我的那个8个病例的病人，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我们可以等，他们等不了。我帮你，就是为了加快国产人工心脏研发的进程。第1台植入人体的国产人工心脏，我希望是我研发的，但是只要能救人，不是我研发的，无所谓，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就像你，为了救你的病人，可以使用瑞士那些进口货一样。能够放下胜负心，一心只为病人。顾主任，您不愧是学疗的学生。老师的教诲，一天都不敢忘记。对了，我听说有人因为丢了一个病人，哭哭啼啼跑到西藏去疗伤。给你看那8个病人的病历，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不要再那么玻璃心。上个月，我丢了8个，我找谁去哭啊？一个搞心脉的大夫，如果那么脆弱，能成什么大事儿？顾主任，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你还想比较。哎呀，看来我真的要收回刚才那一句“你能放下胜负心”的那句话了。你已经输了，想赢的话，等下一局。好，那就看我们谁先进入临床实验，谁先做第1例人体植入手术。顾主任，祝你一切顺利。彼此彼此。进来。请问你找谁？我找护士长吴敏敏，
刚才有位护士和我说，他的办公室在这儿。我就是。那请问你是病人家属还是？啊，吴护士长，我们最好还是出去谈吧。今天手术你主刀，我帮你做预注，你放心的做，有什么情况我给你兜底。宋主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天赋的外科医生。我的意思想说，有没有天赋，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如果所有的病人都需要有天赋的外科医生给他们手术的话，那是不是很多病人因为排不到手术而等死呢？只要你够认真、够努力，做到你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就是个好医生，也会被行业里的同僚所尊敬。可我怎么觉得，要想获得你的尊重是件压根儿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你没试过，通过今天这一台手术试试看，看看我能不能从今以后尊敬你。当然了，我是不会放水的。如果你做的不对，做的不好，我是会骂人的。我之前就把秦大忠骂哭过。真骂？真骂。行了，作为医助，我得去消毒铺单了。唐主任，谢谢。哎，主任下手术了啊，手术顺利啊？挺好的，病人情况挺好。有个邮件给你放桌上了，好像是国外寄来的。哦。唐主任，你回来了。要不要打一局？这次我们肯定能赢。我不玩了，我戒了。为什么呀？玩游戏挺浪费时间的，所以想戒了。晚安。喂，现在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了，能来陪我喝一杯吗？